拿到新加坡移民局的批准信，换上蓝色 PR 卡或者粉色身份证的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长久以来的漂泊终于画上了句号？你有没有想过，移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护照，不是签证，不是那本印着新国民的身份证。移民的本质是把心切成两半，一半埋在出发地的泥土里，一半漂在目的地的海面上，然后用余生的每一次日落去缝合那道永远合不拢的裂缝。这中间隔着多少次失眠，隔着多少通岳阳电话里欲言又止的沉默，隔着多少场梦里回到老屋，醒来却对着异国天花板的恍惚。今天我们从一本名为《华丽逆境》的本土记录出发，深入解读新加坡新移民的真实处境。这绝对不仅是一场把行李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的地理迁徙，它更是一次漫长、隐秘甚至伴随着阵痛的心理重建。如果你也曾在祖屋窗前看着陌生的街景，在某个瞬间感到心分两半，这期视频会为你梳理出一个理性的答案。我们先来看一组客观的数据。新加坡统计局最新的2024年新加坡人口简报显示，在这座常住人口突破600万的城市里，包含 PR 和各类准证持有者在内的外来人口比例长期维持在 30% 左右的高位。这意味着你身边每3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和你一样带着对故土的记忆，在这个赤道岛国努力打拼。对于30到35岁的中产群体来说，来到新加坡往往正值事业的冲刺期和家庭的建立期，双重压力叠加之下，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会在无形中放大心理上的压抑感。无论你住的是人均面积受限的政府组屋，还是配套齐全但空间紧凑的私人公寓，物理空间的折叠往往会直接压缩个人的心理缓冲带。当你在深夜加班后回到家，看着窗外千篇一律的城市灯火，那种异乡扎根的紧迫感和故土难离的漂泊感很容易交织在一起。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矫情，而是几十万新移民正在共同面对的情况。那么，这种撕裂感真的是无法治愈的绝症吗？其实，我们需要先打破一个关于融入的认知误区。心分两半，并不等同于你对新加坡这片土地缺乏诚意。根据新加坡政府民情联系组 REACH 过往的新移民融入调查，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融入指数的上升从来不是直线的，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极其缓慢的微幅爬坡过程。这种缓慢，在近年来多位定居新加坡的作家笔下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比如孙霞博士在《华丽逆境》中记录的疫情经历。疫情期间的9次隔离，表面上看是物理空间的禁锢，实质上却是新移民身份重塑的一剂猛烈催化剂。当国际航班停摆，人被彻底困在有限的房间里，那些平日里被繁忙 KPI 和日常琐事掩盖的身份撕裂感，就会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特别是对于30到35岁的职场中坚力量而言，面临的挑战是双线的。向外，你要应对本地社会环境中那些隐性的文化壁垒；向内，你还要处理家庭传承的拉扯。看着孩子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下成长，既希望他们精通双语融入主流，又隐隐担忧他们与祖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这种双重身份的困境，是每一位新移民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结构性阵痛。我们不需要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苛求自己，更不必为此感到愧疚。接受自己心分两半的现状，承认这种宿命感，恰恰是我们走向真实融入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把时间的维度拉长，翻开历史的卷宗，你会发现今天新移民所经历的心理重建，在100年前下南洋的先辈身上早有回声。在新加坡华裔馆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珍贵档案中，记录着早期从广东下南洋的建筑女工群体，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红头巾。他们在极度艰苦的物理环境中肩挑手扛，用血汗建起了这座城市的物理地基。同时，他们省吃俭用，通过寄回故乡的侨批，也就是连带家书的汇款，来维系那份跨越重洋的情感归属与家族责任。
今天的新移民虽然身处冷气充足的甲级写字楼，不再需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但本质上，我们依然在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数字侨批。你周末打给父母的那通跨国视频通话，甚至是你发在朋友圈里那些仅家人可见的生活碎片，都是我们在异乡确认自身存在坐标的方式。历史上的红头巾参与了新加坡物理空间的建设，而当代的新移民则在用自身的专业技能、资本和文化适应力，参与构建新加坡多元社会的上层建筑。理解了这一层历史的纵深，我们就能以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当下的文化漂泊感。它从来都不是个体的脆弱，而是一代代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扎根的文化基因。带着这份基因，我们又该如何在当下的现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破局点？落到具体的生活与职场中，我们到底该如何打破新移民的刻板标签，建立起真实的归属感？其实，真正的融入不需要抹杀过去，而是务实的构建当下。首先，是职场维度的专业融入。根据 HRM Asia 针对外籍员工融入本地职场环境的相关分析，新移民在职场中感受到的真正压力，往往不来自于语言障碍，而在于对本地商业逻辑和社会契约的理解偏差。在新加坡，契约精神和制度规则是整个社会的底色。当遇到利益冲突或意见分歧时，用专业的态度，基于规则去解决问题，比刻意迎合本地人的口音更能为你赢得真正的尊重。其次，是家庭维度的文化传承。许多新移民家庭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着巨大的选择焦虑，但换个角度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体系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文化缓冲带。我们不需要在保留故土记忆和异乡彻底扎根之间做残酷的单选题。真正的融入是在这个赤道边的海岛上，一边妥善安放故土的记忆，一边踏踏实实地搭建未来的地基。当你不再每天纠结于自己到底属于哪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当下的工作交付、周末的东海岸骑行，以及祖屋楼下的社区参与中时，属于你的那份文化归属感便会在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生活在新加坡，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地理迁徙，而是一场关于家的终身矛盾。从人口简报上的宏观数字，到华丽逆境中的个体挣扎，再到红头巾的百年回响，每一代移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答着身份认同这个终极命题。希望今天的视频能为你在这座城市的奋斗提供一些理性的支撑与心理的慰藉。你在新加坡生活了多久？在哪个瞬间让你最强烈地感受到心分两半？又是在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这里就是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